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在我的旁边还停着一辆悍马车，这就是那个最后被我杀掉的家伙的车。我让001带着剩下的蒸汽自走机械去拆车，而我自己则看着眼前浮现出来的屏幕，屏幕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种类的发条机械傀儡，任由我进行选择。发条机械傀儡的外形多种多样，有骑士盔甲型的，有武士盔甲型的，还有很多幻想型生物，比如石像鬼、精灵龙之类的。不过根据补充说明，我选择的发条机械傀儡只能保持正常人类大小，哪怕我选择一条巨龙傀儡，也只能按比例缩小，并不能实现变身龙骑士的梦想。游戏系统还贴心的给配备了一套武器，武器也是多种多样，刀、枪、剑、戟、斧、钺、钩、叉，几乎所有我见过的冷兵器都可以看到。我挑选了半天，最终选择了一套看起来最结实的板甲型号，武器也随手选择了坚固的盾牌和重型钉头锤。我选择完毕之后，一具闪亮的盔甲傀儡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盔甲傀儡和我差不多高，身上一套板甲，面罩里闪烁着绿光，手中是巨大的塔盾和重型钉头锤，并且我的手上多了一个手环，可以用来操控这具盔甲傀儡。不错不错，以后你就跟在我的旁边，我让你干谁你就干谁，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准动手，听见了吗？盔甲傀儡没有说话，不过手环的屏幕上却浮现出了一行文字：盔甲傀儡已经接受命令，跟随。可改名，看你浑身包在铁壳子里，像个罐头似的，以后就叫你罐头吧。已更名为罐头，更新成功。更换完名字之后，罐头转动了一下方向，跟在了我的身后。还是挺不错的。我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打开了那个紫色的物资箱，物资箱消失，滚落出了一堆东西：2只盐焗鸡，2只板鸭，1斤盐水花生，半斤盐水毛豆，1盆麻辣小龙虾，2斤肉皮冻，1箱小瓶2锅头，以及一个巴掌大小的手办。这紫色物资箱有点水啊，不就是一桌下酒菜吗？我随手将手办拿了起来，手办巴掌大小，花精灵模样，摸起来温润如玉，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制成的。花间精灵雕像放置在车内，车内所有农作物生长速度增加30%，产量增加50%，降低患病几率20%。等等，我怀疑自己看错了，揉了揉眼睛，仔细看了一遍，确实是增加30%的生长速度和50%的产量。老板大，我捧着花间精灵雕像亲了一口，有了这个雕像，直接就将我的作物产量凭空的增加了50%，让我可以有更多的东西用来交易。我喜滋滋的将雕像安放在了高级生态园里，罐头一直跟在我身后1步的位置，寸步不离。此时001带着剩余的蒸汽自走机械回来了，那个伏击我的玩家的车子被拆解了个精光，除去大量的物资和金属锭等材料之外，居然还拆出了一张图纸。又出图纸了，我今天运气这么好吗？我兴冲冲地打开了图纸，愕然发现这居然是神秘阴影雕像的制造图纸。又是密修会，我觉得有必要找这个车队的老大去谈谈，让他们老实一点。密修会的队长是谁？让我来找找。我在区域频道里翻找着密修会车队队长的照片，找到了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翻找，我终于找到了密修会的队长，是一个叫加里森的男人，光头，戴着单片眼睛，哪怕只是照片都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。加里森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我将照片记到了心里，准备找机会和对方好好的谈谈。那张神秘阴影雕像的图纸被我扔到了一边，准备找机会再卖掉。向前开了大约1个小时，我前方出现了2个岔路口，左边的路口半路上会有一个蓝色的物资箱，但是会多绕行200公里。右边的路口路上没有任何补给，但是可以缩短100公里路程。我想了想，果断地选择了右边的路口。我现在的首要目标是抵达雪线，一个蓝色的物资箱还吸引不了我的目光。右边的道路上虽然没有任何补给，但是道路却异常的平坦，也没有野兽伏击，一路之上没有遭遇任何奇奇怪怪的事情。一直到了中午，在我准备去做午饭的时候，游戏系统忽然弹出了提示：鉴于玩家的平均行进里程未达到预期目标，因此经过研究决定给各位参赛的玩家增加一点小小的动力。3分钟之后，会在各位参赛玩家的身后投放追杀者，这些追杀者会不断的鞭策你们加快速度，在今天傍晚之前抵达雪线。如果你能超过规定速度，就不会遭到追杀者的攻击。如果你成功的越过了雪线，追杀者将会离开，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干掉他们。如果你足够自信的话，为了增加难度，对于最接近雪线排名前10的玩家，在其身后的追杀者中增加一辆斯特瑞克步兵战车，型号随。对于排名最后的10名玩家，将会在其身后的追杀者中增加2辆斯特瑞克步兵战车，型号随机。请所有玩家做好准备，追杀者即将在3分钟之后投放。游戏系统的公告顿时在区域频道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哈哈哈，
看来我平时摸鱼还是对的，排名前10居然会在追杀者中增加一辆斯特瑞克步兵车，这东西是我们现在能打过的吗？看来前10名8成要凉。我好慌，最近刚换了坦克的西装，速度慢的要死，一天也没跑出去多少公里。8成要面对2辆斯特瑞克的攻击了，希望他们没有装备主炮和反坦克导弹。我更慌，车子半路抛锚了，到现在还没修好，怎么办？有没有大手子帮忙的？哪怕谁路过把我带走呢，我愿意把全部身家奉上。楼上是美女吗？是美女就带。3分钟很快就到了，身后传来了一阵的轰鸣声。我回头一看，10多辆黑色的全地形车从后面追了上来。这些全地形车上，每一辆车里都坐着2名黑衣骑士，头戴黑色头盔，看不清面容。前面的人在防弹衣上挂着20枚手雷，10枚进攻型手雷，10枚防御型手雷。后面的那个人手里拿着 M16，后背背着8组卡，装备10分齐全。我甚至还看到几个人手里拿着榴弹发射器。在这些人的后面跟着一辆黑色喷漆的斯特瑞克步兵战车，车上一门105毫米52倍镜的低压线膛炮，一看就是偏向于突击炮的5倍，专门用来对付重型目标的。看来我的运气还真糟糕，遇上了这种家伙。不过有一点可以欣慰的就是，既然出现了斯特瑞克，就说明我目前还算是领先的，至少在玩家群体之中处于前10的位置。小爱同学，加快一些速度，先把他们甩开一点，容我做个饭先。明白。小爱同学加速向前开去，然而斯特瑞克和全地形车们见状，也纷纷加速跟了上来，如同一群苍蝇一样，如影随形。哪怕小爱同学将速度提升到了200迈，那些追杀者们还是一直跟着。他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我们开多快，他们就追多快吗？我皱着眉头，准备测试一下追杀者的行为模式，降低10迈的速度，试探一下他们的反应。明白。步兵战车的速度降低到了190迈，我愕然发现那些追击者竟然摘下了身后8组卡火箭弹，就连那辆斯特瑞克也将火炮对准了步兵战车的身后，准备攻击。该死，速度一降，难道就触发攻击机制吗？还是说200迈是最低限制？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惊愕地看着毫发无伤的豹2主战坦克。这是个铁王8吧？之前那个钢铁洋管也没这么结实啊，难道还是要高空轰炸？不过这东西速度太快了，我飞在天上恐怕根本跟不上它。它的外壳是由钛铬合金打造的，可以防御绝大多数普通火箭弹的袭击。不过其致命弱点在地盘，可以尝试用炸弹在其地盘引爆，又或者可以使用高速脱离。经过特殊改造的豹2耗油是正常豹2的3倍，受限于空间，油箱甚至缩小了1/3。它还有20分钟的燃油，只要你能保持在20分钟内不被击中，就能脱离追击。我略微扫了一下，决定还是尝试一下第一条。自从我获得了火箭弹之后，还没被追得这么狼狈过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将车子的操控交给了小爱同学，我自己则敲响了莉莉娜实验室的大门。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挂了，还有1/3的组件就拼完了。莉莉娜顶着黑眼圈趴在门框上无奈地说道，在她的身后是一台奇形怪状的机器。先把别的放到一边，有个敌人需要你帮忙解决一下。什么？有敌人？莉莉娜的眼睛瞬间就亮了，原本颓废的神态一扫而光，变得元气满满。放心交给我吧，无论是什么敌人，我都能解决。她安装了一晚上机械，快要把她折磨疯了。她宁愿去杀死1000个变异生物，也不想再去拧螺丝。你过来看看情况。我将其拉到了球形屏幕前，上面是豹2的影像。就是后面这个家伙追了我好半天了，外壳10分坚硬，弱点是地盘。我的计划是，操，人呢？我说着说着回头一看，愕然发现莉莉娜人已经不见了。小爱同学，莉莉娜呢？这家伙跑哪去了？指挥官，莉莉娜小姐已经去攻击豹2主战坦克去了，不信你可以去看。我再次望向球形屏幕，顿时吃惊的说不出话来。原来莉莉娜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居然跳到了豹2的自动炮塔上。莉莉娜敲了敲豹2的自动炮塔，随后一只手变成了锋利的电锯，向着自动炮塔的舱门锯了下去。迸发出来的火星溅起来1米多高，这能行吗？莉莉娜小姐的电锯是纳米级别的，坚固程度远超钛铬合金，锯开装甲也是可行的。果然，小爱同学的话音刚，莉莉娜就将舱门掀开了，随后整个人则像是一头猎豹一样跳了进去，紧接着几名成员就被扔了出来，然后豹2就一头撞在了旁边的峭壁上，整个炮管都插进去了。快停车，掉头回去。步兵战车很快掉头开了回去，停在了豹2的旁边。我穿着蒸汽动力外骨骼，站在了豹2的自动炮塔上，向里望去。莉莉娜，你怎么样？需要帮忙吗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搞定了。莉莉娜挥着手，脸上一副兴奋的样子。我上下打量了一遍莉莉娜，确认莉莉娜确实没有受伤后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没受伤就好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
怎么撞山了？机械故障了吗？原来是撞山了吗？我说这破车怎么不动了？我还以为坏了呢。我放出了001，准备把豹儿拆解掉。然而豹儿的装甲实在是太硬了，001的电锯费了半天力气才锯开了一个口子。莉莉娜看着着急，直接帮忙把豹儿锯成碎片。001负责提炼和重新铸造就可以了，工作效率一下子大大的提高了。好了，这里的工作交给他们来做就可了。我们去实验室看看机械吧，耽误了你研究就不好了。你这是恩将仇报啊！一听说要回实验室，莉莉娜的脸色立刻苦了下来。什么？没什么。莉莉娜如同死狗一样挪回了实验室。这是什么机器？看起来好威猛啊！是新型武器吗？我围绕着那个组装了一半的机械问道，在上面看到了20多把利刃，还没完成就这么多武器，要是完成了还了得？那个是自动剪羊毛的机器。剪羊毛的机器？你确定？我认真地看着那20多把寒光闪闪的利刃，除了各种型号的刀子，还有各种长长的铁签，我甚至还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铁盆和用来点火的炉子。这居然是剪羊毛机！自动杀羊机还差不多，连涮羊肉的锅子都准备好了，就是型号大了点。你这是什么眼神？莉莉娜插着妖气鼓鼓地问道，这可是她辛辛苦苦一晚上的杰作，为什么不感激，还露出了一副嫌弃的神色？虽然她制作出来的东西确实和姐姐做的差了那么一点点，但也不至于这样吧？没有，我就是好奇一下这个东西的真正用途到底是什么。我绕着那台机器转悠了3圈，怎么看怎么像是一台全自动的涮火，从宰杀、褪毛、切块、切片、涮烤一条龙。这就是剪羊毛机，货真价实的剪羊毛机。我辛辛苦苦花了一晚上做出来的剪羊毛机。这样吧，把咩莉牵过来试一试，要是咩莉出了一点问题，我来顶替她，这总可以了吧？没必要玩这么大，我信总行了吧？我连忙拦住了莉莉娜，我要莉莉娜去顶替咩莉有什么用？又不能产羊毛，我不敢用咩莉来承担风险。两人商议了一番，最终决定各退一步，用旺财来试验。旺财被从窝里拎了出来，扔到了机器的台面上，顿时有4条机械臂抓住了他的4肢。我操！你们这是要干嘛？因为他看到在他身下不远就是一口装满了水的大锅，下面已经升起了火焰，周围10几把闪闪亮亮的利刃，让他以为自己要被切片涮锅子了。我立过功，有过钱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我要见老板。行了，别乱叫，就是试验一下机器，回头给你2根香肠做补偿。我拿出1根香肠塞到了旺财的嘴里，堵住了他的嘴。开始吧，我对着莉莉娜说道。莉莉娜按下了一个按钮，一连串刀光闪烁，毛发纷飞，一眨眼的功夫，旺财就变成了一只光秃秃的狐狸，浑身上下一根毛发都没有，当然也不能说一根都没有。莉莉娜甚至还在旺财的背后留了一些细密的短毛，这些短毛组成了4个字：我爱如花。最后还将它在水里涮了涮，洗掉了身上的短毛茬，这才被放下来。旺财吓得一张嘴，嘴里的香肠都掉在了地上。当旺财被放下来的时候，他的4条腿都站不住了，身上哆嗦个不停。干得不错，这是你的奖励。试验都做完了，你还抖什么？我将一把香肠塞到了旺财的怀里。我冷，自己去仓库里找毯子去，天气冷了也不知道自己多穿点。我心虚的把旺财支走了。新机器确实不错，不过最好还是微调一下，尽量给留点毛，你看给孩子动的。好的，这倒是小问题，调节几个参数就行。看到试验成功，莉莉娜的心也放了下来，毕竟这也是她的第一次。对了，我的蒸汽动力外骨骼坏了，能不能帮忙修一下？我将自己的外骨骼拿了下来。这个倒是好解决，重新焊接一下就行，这些都是小问题，半天就能解决。还有什么问题都直接说了吧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步兵战车缓缓地靠近了村口。恭喜玩家13发现了边界村，这座村子建立在雪线的边缘，跨过村子便是雪域，你可以在此休整，也可以穿过村庄继续赶路。在这座村庄里，你可以获得很多好处，不过前提是你要找到合适的突破口。有好处？一听到这个，我立刻就不困了。不过很可惜，提示系统只给了大方向的提示，却没有给具体的操作方案。想了想，我从步兵战车走了出去，看到我村口原本在玩闹的孩子立刻停了下来，好奇地望着我。你们好啊，有谁能回答我的问题吗？谁能回答我？我可以把这个给他。我说着从兜里拿出了一根棒棒糖。是糖。一看到我手里拿的东西，那些小孩子的眼中顿时露出了兴奋的光芒。你是货郎吗？货郎，没错，不过我是第一次走这边，有些迷路了，能问问这里是哪里吗？谁回答的好，我就把这根棒棒糖给他。我知道，这里是边界村。我还知道，再往前就是雪域，天气很冷。我知道，我们村子叫边界村，是雪域和土地的交界处。如果再往前的话，
会有雪人出没，如果单独一个人的话，会十分的危险。另外，我们村子出产毛皮和风干肉，你如果是货郎的话，可以收购这2样东西。另外，我们需要盐、糖和武器，只要你拿出的物品合适，我可以帮你卖出高价。看到小女孩的样子，我不由得微微一愣。这个小女孩思路清晰，条理通顺，虽然话不多，但把需求和供给讲得明明白白的。我将棒棒糖递给了小姑娘，谢谢你的解答，这东西就当做谢礼。小胖子看到小姑娘有棒棒糖吃，也有点急了。他想了想，从兜里摸出了一把小石头，这些小石头五彩缤纷的，十分好看。他将小石头递到了我的面前，我可以拿这些东西跟你换吗？这是什么？我略微装作犹豫的样子，虽然我手里有不少糖果，但是总不能用来换一些漂亮石头吧。这是我的宝贝，全村里就没有人比我的石头更漂亮。得了吧，不就是上次山洪冲下来的石子吗？也就是颜色好看一点，有什么稀罕的？小胖子脸色通红，转身就想跑开。然而这时我叫住了他。没关系，我也很喜欢这些宝，它们很漂亮，我愿意拿一根棒棒糖来交换。我说着，从兜里拿出了一根棒棒糖，递给了小胖子。真的吗？太谢谢你了！小胖子一脸兴奋，抓过棒棒糖飞也似的跑了，好像生怕我反悔一样。我没有理会他，反而笑着对其他小朋友说道：你们要是有这种石头，也可以跟我来交换，只要让我满意，都可以换到棒棒糖。其他小朋友听完也一哄而散，飞快地向着各自家跑去，想要用自己捡到的那些亮晶晶的小石头和我用来交换棒棒糖。你可真是个好人，居然愿意用棒棒糖来换这些破石头。正好我养了一些鱼，用这些石子铺鱼缸比较好看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将石子塞到了口袋里。然而我的心里却砰砰地跳个不停，因为根据提示系统给出的提示，那些石子里居然有一颗是原石，居然是原石！我的心里别提多激动了。我从莉莉娜手里交换到原石之后，只敢将其当作最终底牌，不敢让其发生其他的差池。现在又多了一颗，倒是可以用来试着进行新的试验了。呵呵，你们这些外人的爱好可真奇怪。走吧，我的父亲是村长，你要在这里收获还是卖货，最好得到我父亲的同意，不然大家就会把你赶出去的。原来是村长的女儿，怪不得说话这么有条理。我想了想，提了一个箱子，跟上了小姑娘，车子也在后面跟进了村子里。不少人都对着我和我的车投来了好奇的目光。2个人来到了一栋院子前站了下来，小姑娘则飞快地跑了进去，对着里面喊道：爸爸，有货郎来了！一个身穿皮衣、身高2米、体型异常魁梧、戴着眼罩的中年壮汉从屋里走了出来。他的脸上有3道深深的伤疤，看上去像是被什么猛兽划伤的。在他的后背上还挂着一支猎枪，这把猎枪枪口十分的粗大，足有20毫米上下，枪管也足有1厘米，看起来和炮差不多。你是货郎，我怎么没见过你？人总是从陌生到熟识的，这是我带来的一点见面礼，希望你能喜欢。我说着打开了手中的皮箱，里面放着一把精致的猎枪。这把猎枪外表镀银，护木是胡桃木的，枪管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，一看就是一把精美绝伦的工艺品。中年汉子看到箱子里的猎枪后，呼吸不由得都变得沉重了。男人一把将枪从盒子里拿了出来，拉动了一下枪栓，检查各种配件。这把枪可是游戏系统出产的物品，品质自然不成问题，威力在猎枪之中也算是顶尖，算得上是一把好枪。男人检查了一番，显然对枪的性能十分的满意。既然你表达了自己的善意，我可以允许你在村子里进行交易，只有一点，交易的东西品质必须得过关，不然我是不会饶了你的。放心，我做生意讲究的你情我愿，品质都没得说。男人没说什么，径直回屋了。我脸上挂着笑，我知道自己已经得到了对方的认可，可以在村里做生意了。大约过了不到1个小时，村里的交易就完成的差不多了。我收了200多件毛皮，50多条肉干，当然还有一些小孩子从家里拿来了彩色的小石头和我换棒棒糖。很幸运，我又从那些小石子里发现了一块小拇指大小的原石。这东西要是扔到玩家的交易市场上，绝对是天价，至少换一整套4级车的配件不成问题。但我只花了几个棒棒糖，交易完了，那些小孩子也都没有走，围着我希望听我讲讲外面的故事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我也要离开了。我讲述了1个多小时，感觉差不多了，便准备起身离开。你难道还要向前走吗？有朋友委托我一定要抵达山顶，把一些东西带到那里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前方有雪人，虽然你的装备很好，但是面对雪人恐怕很难全身而退。不就是一些爪子很锋利的像熊一样的生物吗？也没你说的那么可怕吧。或许别的地方的雪人是你说的那样，但是如果你把那些经验用到这里的话，一定会死得很惨。真的？
能详细说说吗？我摸出了一包麦丽素扔了过去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。就在这时，一直站在旁边的女仆动了。女仆来到了我的面前，伸出手在我面前一抹，直接将那行惩罚擦掉了。照耀在步兵战车上的白光顷刻间消散，步兵战车又恢复了原本的样子。你敢阻止我？虚空之中传来了愤怒的声音。莫里亚蒂，你越线了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如果你再敢违规，主人会亲自和你谈谈。虚空中的声音冷哼了一声，消失不见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抱歉，我没有权限和你解释，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一直抵达终点，主人会在那里等着你。女仆说着，伸出一根食指，在虚空中画了一个圈，一道光门顿时浮现在她的面前。对了，主人让我告诉你一句话，对于那些托，无论是正式的还是见习的，不必留手，见到一个杀掉一个，出了问题，主人自然会帮你解决的。女仆说完，径直迈入了光门之中，光门随之消失不见，只留下我在原地目瞪口呆。我低头将场景复盘了慢慢琢磨出点味出来。我好像是卷入了一场高层的博弈之中。他奶奶的，我这是招谁惹谁了？那个叫莫里亚蒂的家伙居然想要强制降低我车子的等级，这几乎就是要断了我的生路。仇恨不共戴天，我自然不可能跑到对面再去下注。而女仆小姐姐应该是对我有好感的，这个大腿要报警。杀了你的狗托就要对付我是吧？好，以后我看到一个就杀一个，咱们走着瞧。反正女仆小姐姐说了，随便杀，出了事情有人帮忙善后。既然这样了，那我还在乎什么？直接干就完了。红枫庄园已经准备完毕，请问是单独加载进入车内成为配件，还是与其他空间进行融合？下面列出了可以融合的空间名称：高级生态园、高级仓库、莉莉丝德实验室、高级卧室。建议与高级生态园融合，方便构筑完整生态链条，对未来有很大好处。那就与高级生态园融合。一道白光闪过，红枫庄园彻底消失不见。我和步兵战车出现在了满是冰雪的公路上。好厉害啊！我急忙跑进了车里，进入了高级生态园。此时，高级生态园已经变了一副样子，面积扩大了2倍有余。不远处多出了一大片枫树林和一条蜿蜒的小河，树林里有小鸟、松鼠和兔子，河里有一家，小河里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鱼，俨然又增加了不少生物，让我的高级生态园越来越像一个完整的生态圈了。原本的房屋因为损毁过度被回收了，玩家可以重新选择一栋房子，由系统免费建造。下面是一排排的图片，从度假小木屋一直到超级豪华的城堡一应俱全。我翻了翻，最终挑中了一个有20间房间，使用面积超过2000平米的豪华别墅。现在就我一个人，房子还是小点比较好，住得太大了，太空旷，没有人气。我刚刚选择完毕，一栋超级豪华的别墅便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和之前图片上的一般无二，还挺像模像样的。我正准备进去参观一下，旁边车库的门自动打开了，里面露出了4辆汽车：雷克塞斯、改装悍马、改装巨轮车、超级房车，4辆车一字排开，赫然正是之前加里森他们开来的那几辆车。原来在这里，我一见立刻欣喜过望，将001叫来，将这些车子拆解了。最终我得到了几张图纸，一张是悍马改造图，一张是巨轮车改造图。和普通的改造图纸一样，就是付出一些资源，将车子直接改造成房车或者巨轮车。我自然是不需要的，不过卖给其他的玩家倒是合适。最后那张图纸最让我心动，不稳定的药剂制造机，克数配件，放入生物的尸体，可以获得随机品质的药剂，服用后让使用者具有被放入生物的部分特性。看到这张图纸，我终于知道那些奇奇怪怪的半人半生物的家伙是怎么回事了。要不造一个试试？大不了品质不好的药剂不出售就是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点选了制造，一道白光闪过，材料消失，一台机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上面是一个巨大的漏斗形的进料口，下面是一个圆形的滚筒放置在架子上，旁边连接着一个方盒子，在旁边是一个出料口，看起来十分的简洁。得找个试验品试试。我想了一会，最终决定用加里森的尸体当做试验品，反正已经死掉了，正好拿来废物利用。我将加里森的尸体扔了进去，机器发出了嗡鸣声。过了一会，从出料口里滚出了一罐红牛一样的罐装饮料。我有些失神的将饮料拿了，一行游戏提示出现在上面。蜥蜴人改造药剂融入了部分人类基因，饮用后大量增强肉体力量和肌肉、骨骼强度，鳞片取消，增强皮肤的柔韧性，取消身体巨大化，尾巴缩小，保留利爪，速度大幅度提升。饮用后将会经历10分钟身体改造期，将会面临巨大痛苦，但100%会成功。这东西，我拿着这东西观察了半天，这东西叫加里森那版本，降低了坚固，提升了速度。很难说到底是好还是坏，但是对于玩家来说绝对是巨大的提升。不过我肯定是不会使用的，
主要是加里森使用后那样子太惊悚了，我自己都接受不了。想来想去，我忽然发现最有购买意愿的，也最能接受的，居然是密修会的人。而且卖给他们之后，我再遇到也没有什么顾虑，完全可以再杀一次，重新炼制成药剂，看看新的药剂具有什么效果。我开始翻看区域频道，寻找密修会的成员，最终我选定了一个目标，库里南。因为这个库里南是个肥头大耳的胖子，一看就是个有钱的家伙。我将药剂的效果贴图发了过去，库里南此时正坐在一辆超级房车里，蹲在冰柜面前点数着里面的心脏。就在这时，私信的提示音响了起来，是谁发来的？老大现在应该在忙任务吧？怎么会给我发信息？别又是赛克勒那个家伙要搞事情吧？库里南不情不愿地点开了私信，是一个不认识的人。库里南下意识的就想要关闭，可是他扫了一眼里面的信息，想要点关闭的手就定在了半空中，再也按不下去了。蜥蜴人改造药剂100%成功。他作为密修会的成员，自然获得了改变身体的药剂。可是库里南的运气不太好，喝了一瓶药剂之后，只多了一条狗尾巴，除此之外毫无变化。他这副样子自然成为了其他成员的取笑对象。根据药剂的描述，他平时可以保持人类形态，战斗的时候也可以变出利爪和尾巴，这可比只会乱摇的狗尾巴强多了。一定要弄到手。怎么卖？图纸或者珍稀物品，品质越高越好，不要试图那些普通的东西给我，我不缺。我说着拍了一张挂满了火腿的仓库的照片发了过去。这么多火腿，库里南看的眼睛都直了。他在没进入这个游戏世界之前，就是一个狂热的火腿爱好者，梦想就是收集全世界的各种火腿。不光要拿到药剂，就连这些火腿我也要拿到。库里南不由得握紧了拳头，望向了身边的那个雕像摆件。看来又要用一次这个东西了。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一张照片勾动了库里南的杀心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一定要交换成功，立刻服用药剂，完成变身之后再启动这件东西，完成猎杀，再把那些火腿和交换出去的东西收回来。不过用来交换的图纸一定要高端，一定要能吸引到对方的注意力，还要确保对方无法建造成功，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能成功的把图纸收回来。应该选择哪个呢？库里南想了半天，忽然他想到了一张图纸，这个一定可以。125毫米滑膛炮，4级汽车配件，发射弹药为稳地托壳穿甲弹，可在所有极端条件下正常工作。穿身1000毫米军制钢甲，500毫米复合装甲，100毫米钛合金装甲。制作材料：钛合金50单位，高级金属锭50单位，金属零件100单位。附录：稳地托壳穿甲弹制作图。这玩意总不能被制作出来吧？汽车等级先放到一边不说，光是这个钛合金，他就不相信有人能拿得出来。他不相信会有玩家能拿得出足够的资源来制作这个东西，他肯定能平安将图纸回收回来。就这么决定了。库里南将125滑膛炮的性能参数发了过去。这东西不错呀，密修会这些家伙还真是有点东西的，看来韭菜还得照着肥的割才行。我一口答应了下来，双方立刻完成了交易，两个人都暗自窃喜，认为自己获得了最大的利益。哈哈哈，蜥蜴人药剂，我终于可以摆脱狗尾巴了。库里南打开了盖子，一口气把药剂喝了下去。药剂刚一喝完，库里南就感觉到身上有一股异样的感觉，身体变得燥热，一股剧烈的疼痛从身体内部向着周围蔓延，身上的肌肉都发出了撕裂般的痛感。伴随着他的叫声，他的双手变成了黑色的利爪，狗尾巴变成了粗大有力的蜥蜴尾巴，原本多余的赘肉全都变成了结实的肌肉，看起来比之前有气势多了。哈哈哈，看你们还有谁敢嘲笑我？库里南说着，用利爪一拍旁边的桌子，实木的桌子当场被拍成了碎片。哈哈哈，这就是力量的感觉，真是太棒了。既然我拥有了力量，那么图纸也该收回来了。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着自己的心脏被挖出。库里南兴奋地看向了雕像，启动决斗程序。玩家库里南向你发起决斗，请问是否接受？如果拒绝，需要缴纳双倍的赔偿。赔偿清单如下。下面是密密麻麻的一大堆物资列表。这家伙也有邀请决斗的物品。上一次见到这个东西还是在第2个世界樱花车队那里，没想到今天又被人约斗了。库里南，这不就是刚才买走药剂的人吗？刚喝了药剂就感觉自己行了，想要过来抢物资。好，既然你想抢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尝尝自己卖出的火炮的厉害。我果断地选择了同意。由于你是被动应战方，具有优先挑选场地的权利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放弃此权利。随后游戏系统列出了一大堆可选场景：决斗场、热带雨林、沙漠、迷宫、死亡废墟、沼泽地、荒岛。这家伙的速度大幅度提高，
不能选择太大的场地，一定要限制他优势的发挥，最好一炮就能搞定。我想了想，最终选择了决斗场。这个场景场地面积小，周旋空间有限，双方一出场就能遇到，最适合我这种火力覆盖的选手。场景选定，正在载入中。一道白光笼罩了我，等到白光消散，我出现在了一个巨大的决斗场之中，地上到处都是残破的兵器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惨死在这片土地上。在我的对面停着一辆巨大的虎式主战坦克，这玩意或许在2战时期算得上是顶尖的存在，但是在现代的火炮面前和纸糊的没什么区别。小爱同学，让他尝尝新火炮的厉害。明白。小爱同学欢快地填装了一枚稳定易脱壳穿甲弹，瞄准了前方的虎式坦克，按动了发射按钮。此时，库里南正摩擦着自己锋利的双爪，幻想着撕开对方胸膛，摘取心脏的样子。在发现场地是决斗场后，库里南的心中就放下了大半。他手中的虎式坦克着重加强了防御和火炮，速度最不擅长。就在他琢磨着是用火炮取胜，还是直接冲出去撕开对方的装甲的时候，他的眼睛瞥到了我车上的125毫米线膛炮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弄到的钛合金？库里南惊恐了起来，他拼命地踩动油门，想要躲开，可是为时已晚，一枚炮弹在他的眼中变得越来越大。不，稳定易脱壳穿甲弹击中了虎式坦克的前装甲，这种穿甲弹可是连500毫米的复合装甲都能打穿，更不用说虎式这种后加装的200毫米复合装甲了。尖锐的弹头直接刺穿了装甲，打入了车体的。库里南双手挡在胸前，想要阻挡一下，可是尖锐的弹头直接将他彻底刺穿了，炽热的高温直接将他的5脏6腑烧蚀成了灰烬，散发出了焦糊的味道。玩家库里南死亡，决斗结束，库里南的一切物品全都归属于13，传送中。白光再次笼罩了2辆车子，我重新出现在了原本的公路上，只不过旁边多了一辆库里南的虎式坦克。你说说你怎么这么客气呢？还赶着上门送礼。我搓了搓手，来到了库里南的虎式坦克面前，舱顶盖已经自动打开了，我直接跳了进去。虎式坦克里面经过了一番装修，和其他人奢华的内饰不同，库里南将虎式坦克内部装修的如同厨房一般。在不远的案板上还有一条腌制了一半的火腿，右手边还有一个打开了盖子的冰柜。我走了过去，愕然发现冰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12枚人类的心脏，在冰柜的上面就是神秘阴影的神龛，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冷哼了一声，在车里转悠了起来，没费多大力气我就找到了一个仓库。仓库里面没有别的东西，满满的堆放着各种火腿，各种各样，弥漫着火腿特有的咸香味道。啧，这么多火腿，单轮火腿的数量都快超过我了。翻找了一圈之后，我有些失望，除了那一仓库火腿之外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都是一些平常的东西，比如饼干、香皂之类的。我无奈地走了出来，让001帮忙拆车。至于库里南的尸体，则被我拖了出来，扔到了不稳定的药剂制造机里。我十分想要知道，要是药剂被人吸收了之后，再把这个人干掉，还能不能把药剂再提取出来？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那这瓶药剂就可以不断的循环利用了。希望可以成功啊！一罐药剂从出料口里滚落了出来。蜥蜴人改造药剂融入了部分人类基因和某些肽底基因，导致药剂性质发生了改变。饮用后部分增强肉体力量和肌肉、骨骼强度，鳞片取消，增强皮肤的柔韧性，取消身体巨大化特性，尾巴缩小，保留利爪，速度大幅度提升，交配欲望大幅度提升，但持久力会下降30%。饮用后将会经历10分钟身体改造期，将会面临巨大痛苦，但100%会成功。但是这个泰迪的基因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库里南的身上怎么会有泰迪的基因？难道不是有生殖隔离吗？这特么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